蓝忘机，这个叔父好像坏掉了。看了一下怀里睡得正香的魏婴，心里有些窃喜，直接抱着魏无羡回了净室。蓝忘机看着把自己的头发挠得乱糟糟的样子，嘴角微微上扬。魏婴好可爱，端来一盆温水，拿了一把象牙梳，轻柔地把魏无羡的手拿了下去，温柔地给魏无羡梳头发。魏无羡有些傻了，这是第一次有人给他梳头发呢。蓝忘机小心地给魏无羡的头发打结处梳开，又给魏无羡梳了一个自己同款的发型。魏无羡摸着这里半梳头发的样子，呆滞道：“我这样好看吗？”他之前不太会梳，所以都是直接全部梳起来的。蓝忘机点头，好看。昨晚扎着一个马尾的也好看，今日半梳头发的也好看，魏婴长得真好看。魏无羡有些害羞的低下头，这样的话有一个道理也很好，尤其蓝湛他长得好看呀。蓝忘机打湿了手帕，轻声道：“魏婴，抬头。”魏无羡疑惑地抬起头，就感受到了温热的手帕，因为给魏无羡擦脸，蓝忘机离得他极近，近到魏无羡闻到了蓝忘机呼吸味道，是与这个房间的味道一样，檀香味的。魏无羡的脸越来越红，红得快要烫鸡蛋了。蓝忘机轻笑了一声，魏无羡直接就看傻了。若是之前面无表情的蓝忘机颜值杀伤力是90%，现在就是150%，爆表了。魏无羡此刻的心脏不停地跳动。蓝忘机给他洗完脸刷完牙便出去倒水了。魏无羡捂住了自己的疯狂跳动的心脏，我这是上辈子做了什么好事啊？感谢蓝先生给我这么好的道理，嘿嘿。魏无羡衣服都是被江家人带进来的，净室里自然没有，所以魏无羡穿的是蓝忘机的衣服，两人身高相仿，衣服穿在魏无羡身上也没有任何不对的地方，除了袖子有些长。魏无羡打量了一下，蓝湛的肩比他宽。等到望羡二人来到蓝氏门外时，江婉银突然冲了过来，指着他的衣服大吼道：“魏无羡，你要叛逃！”魏无羡，我就是没带换洗的衣服穿了蓝湛的而已，怎么就叛逃了？江婉银的脸色稍微好转，看了一下魏无羡旁边冷若冰霜的蓝忘机，压低了声音道：“你昨晚去哪了？怎么会管蓝二公子借衣服，还叫人家名？你要不要脸？不知道人家多讨厌你。”魏无羡心里很不舒服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蓝湛讨厌他？蓝湛喜欢他还来不及呢，还给他洗脸梳头发呢。语气有些不好，蓝湛才不讨厌我呢，不跟你说了。江婉莹握紧拳头，脸色狰狞。蓝忘机赶紧把魏无羡拉到身后，云深不知处，不可大声喧哗，家规一遍。云深不知处，不可打架斗殴。看了一眼江婉莹的拳头，还没动手，不能罚。魏无羡也看到了江婉莹紧握的拳头，你是想打我？江婉莹因为收到了一遍家规，心情更不好了，低声道：“你不该打吗？要不是在云深不知处，我就让阿娘打死你。”魏无羡第一次听到江婉莹说这样的话，心一下透心凉。你说让你阿娘打死我？江婉莹，哼！白眼狼，才一出莲花坞就想勾搭蓝氏，不要脸！蓝启仁一句侄媳妇，直接把蓝氏炸开了锅，学子们都懵了。这位无羡是不是江氏的家仆？他们不知道，但是什么时候变成了蓝启仁的侄媳妇？等会儿蓝启仁就2个侄子吧。魏无羡穿的蓝忘机的衣服，所以魏无羡是那个冰块脸蓝忘机的媳妇。学子们被这卦撑住了。江婉莹梗着脖子，魏无羡什么时候变成你侄媳妇了？我阿爹可说过魏无羡就是我的狗。魏无羡红着眼眶，你说江叔叔说我是你的狗。江婉莹把江丰眠的嘱咐全部忘在脑后，他现在就想在魏无羡的脸上看到痛苦的表情，得意道：“你就是我的狗，代替了菲菲，小爱的狗。”魏无羡眼神空洞，他想起来了，那天江叔叔对着江澄说：“把狗送走，以后有阿英陪你。”当时他没有想多，现在江婉莹一提，魏无羡直接就想到了江丰眠话里的含义，难过的低下头，眼泪一滴一滴的掉。蓝忘机有些慌乱的拿出手帕为魏无羡擦眼泪，嘴笨的安慰道：“魏婴，我在。”蓝启仁看着得意的江婉莹，既然你把我侄媳妇当狗，你在我眼里就不如狗，不过是一个阴暗角落里的老鼠，还在我前面猖狂，呵！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扔出姑苏，
以后姑苏云梦江氏与狗不得进出。门生把江碗银直接晋升带走扔了出去。聂怀桑小声道：“狗做错了什么？为什么要跟那种东西相提并论？”金子轩也在一旁点头：“对呀，狗狗多可爱。”蓝启仁看着情绪不太好的魏无羡，忘机，你带你媳妇回去休息，好好安慰她。她可是我们姑苏蓝氏的人，怎么可以让这些不三不四的人欺负？对了，她这衣服，你让绣房的人多给她做几件。蓝忘机，是叔父。半搂着魏无羡离开了蓝氏。蓝启仁看了一眼聂怀桑，我记得你手下有很多茶馆。聂怀桑，啊，先生，我就是开着玩的。